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带大家来看一条非常推荐的湾区骑行路线，位于东湾的 Ceylon Regional Wilderness。这里有湾区小优胜美地的称号。这条路线全长大约 5.7 英里，骑行时间在1小时左右，但它的累计爬行超过1100英尺，所以虽然距离不长，但强度一点儿都不低，是一条典型的短而精的进阶骑行路线。我们从 Ceylon Visitor Center 出发，一路沿着 Geary Road 进入公园，很快就会爬上 Camp Alono Road。 前半段整体非常友好，坡度是缓慢上升的，很适合热身。这一段骑起来节奏很舒服，而且你会一路沿着 Alamanda Creek 前进，风景非常不错。如果是春天来，比如现在3、4月份，水量充足，整个环境会特别有层次感。建议大家在这一段一定要控制节奏，不要骑太快，把体力留给后面的爬坡。接下来当你进入 Jacobos Valley 附近时，路线开始进入真正的挑战阶段。这里的特点是连续爬坡，而且坡度不会特别陡，但它会持续消耗你的体力。如果前面节奏没控制好，很容易在这一段出现明显掉速，甚至需要停下来休息。这一段其实非常适合训练耐力型爬坡能力，建议保持稳定的踩踏频率和呼吸节奏，不要频繁冲刺，用均匀舒适的方式通过这一段。继续往前，当你靠近 Ceylon Backpack Camps， 路线会变得更有变化，你会进入一段典型的起伏路段，短上坡接短下坡，再加上一些弯道。这一段非常考验你的变速能力和节奏控制，同时也增加了骑行的趣味性。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下坡控制速度，因为部分路面可能有碎石，加上弯道，如果速度过快会存在一定风险。最后一段路之后就进入了回程。回程虽然整体是下降趋势，但并不是完全轻松，你仍然会遇到一些反向的小爬坡，需要持续输出。不过相比来时的爬坡压力，这一段会轻松很多，同时你也会享受到之前爬升带来的回报。连续的下坡路段让骑行体验变得非常流畅和解压。总体来说，这条路线你会把它定义为一条非常经典的进阶训练路线。它的特点是距离不长，但爬升集中，节奏变化明显，同时又有不错的自然风景。适合的人群包括也有一定骑行基础，想提升爬坡能力，或者想在周末进行一次高质量训练的人。无论是公路车、gravel 还是电助力自行车，都可以很好的完成这条路线。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这条路线的原因是，这里相对安静，没有太多游客干扰，你可以更专注在骑行本身。在这里的环境中骑行，其实不仅是体能训练，也是一种调整状态、放松思绪的过程。如果
你也在湾区，非常推荐你来体验这条 Solano 骑行路线。骑完之后，你不仅会体会到腿部得到了锻炼，整个人的状态也会被刷新。好了，这是今天的路线分享。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爬行内容，记得点赞订阅。接下来聊一聊本周的要闻。最近在美国生活的朋友们，是不是有一种压力山大的感觉？从出门旅游的混乱，到家里请不起保姆，再到餐桌上消失的一顿饭。2026年的美国社会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全方位的生存测试。今天我们要深度解析近期发生的5件民生大事，每一件都和你的钱包和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第一件事，全美机场大乱，安检排到航站楼外。首先，如果你近期打算坐飞机出行，请务必把闹钟再调早一点。受美国部分联邦政府停摆的影响，全美各地的机场安检系统正处于崩溃边缘。在圣地亚哥国际机场，安检的队伍甚至一路排到了航站楼外，现场极其混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核心原因是 TSA 运输安全管理局的人手严重不足，因为政府停摆，大量安检员处于无薪工作的状态，这导致请假和辞职的人数激增。目前已有超过400名安检员离职。现在的情况是，即便你提前3-4个小时到达机场，依然面临误机的风险。机场方面现在正式建议国内航班请至少提前2.5小时到达。为了安抚旅客，亚特兰大机场甚至请来了小提琴手在现场演奏，但对于排在长龙里心急如焚的游客来说，这种仪式感显然并不能解决问题。第二件事，保姆时薪逼近30美元，养娃成本失控。接着我们聊聊家庭开支里最大的那一坨育儿。现在的保姆已经不再是大家印象里的临时工，而是一个高门槛高薪水的专业职业。数据显示，全美保姆的平均时薪已经到达了26.24美元，而住在西海岸的朋友们更惨。旧金山的保姆平均时薪竟高达29.63美元，全美第一。西雅图紧随其后，也要27.7美元。算一笔账，一名具备专业资历的全职保姆每周工作40小时，月薪最高拿1400美元，年薪轻松跨过5万到7万美元，资深一点的甚至能突破8万美元。这个收入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许多初级白领或办公室文员。对于很多双职工家庭来说，现在的现实是辛苦工作1个月，工资全给保姆了。第三件事，生活成本爆表，美国人开始跳过一餐。如果说保姆贵是中产的烦恼，那么食品价格的持续高价则是所有人的痛。现在的美国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通过压缩餐饮
开支来维持基本生活。在房租、水电和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的硬性压力下，餐饮成了唯一灵活调整的部分。据报道，很多家庭已经从买便宜的食物演变成减少用餐次数，甚至主动跳过早餐或者晚餐。现在很多原本不依赖救助的中产家庭也开始进入食品银行的申请队伍。经济学家警告，如果收入增长跟不上通胀，这种省饭现象可能会向更大范围的阶层蔓延。第四件事，名校生去了 Costco， 年薪7万。说到收入，最近有个话题在华人社区炸开了锅。一名西雅图的高校毕业生没去亚马逊，也没去微软，而是选择去了 Costco 工作，起薪约7万美元。这件事引发了巨大的观念碰撞。在传统的亚洲文化语境里，大学生毕业去超市打工可能被视为学无所用，但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很多人开始改观。支持者认为，在西雅图能拿到7万年薪，实现经济独立，已经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起点了。而且 Costco 并不是收银台，它有供应链、IT、财务和管理培训项目，福利和稳定性其实相当不错。这也反映出了在年轻人变得更加现实，比起虚名，能自给自足，不依赖家庭才是最健康的生存状态。第5件事，数十亿白捡的钱还没人拿。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能搞钱的好消息。据统计，美国的金融机构和政府手里目前持有数十亿甚至300亿美元的未认领资产，平均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人有一笔被遗忘的钱。这些钱可能是你以前被遗忘的银行账户余额、未兑现的支票，甚至是保险箱里的珠宝没拿回来的退税。你可以去 missingmoney.com 或者 usa.gov 进行查找。特别提醒，尤其是联邦和州退税，你必须在报税截止日后的3年内申报领回，一旦超过3年，这笔钱就彻底归政府了。结尾，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周的要闻。从机场的排队、保姆的高薪，到餐桌上的取舍，2026年的生活确实充满了挑战。你是如何面对这些通胀压力的？你认为名校毕业生去超市工作是浪费人才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别忘了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